汪公子啊，你帮我看看，我家这儿子怎么样？是不是个读书的了？汪公子啊，我家孩子有课业上的问题想请教，您能给解答一下吗？汪公子你也太厉害了吧，14岁就能考取童生，只比季晨晚2年。我只是为了求粉，让排名更高些，才迟了几年去参加县试和府试。童生要经过2轮资格考试。对，汪公子肯定更厉害些。季晨那时候县试好像才考了第4名吧，府试更是才只得了第8名。汪公子肯定考得好多了。让你们说了吗？啊，我让你们说了吗？他怎么考得那么好啊？与院试一个府试4000多人考试不同，县试和府试门槛更低，往往参加考试的人更多。在这么多人里考前几名，这人还能10年考不上秀才？开玩笑呢！季晨，你去采蘑菇了？季晨也不多言，颔首算是应了。小陈啊，这是老季家2孙媳妇的堂弟，可是个学问高的嘞，你不和他聊聊，多沟通学习之法吗？季晨这才低头和汪洋对了视线。季晨不言，汪洋不自在的粗声：有话就说。无话可说，回去吧。今天中午给2个孩子做蘑菇炒鸡蛋。好嘞。钟宁也不想和个半大小子较劲，比起他，这些采衣捧衣、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村人更叫人厌烦。婶子，小陈呢？谁是你婶子？你来干嘛呀？哎呀，我来跟他说件好事儿呢。今儿个我去镇上买东西，听人说咱们镇上今年有人考中了秀才，虽然是最后1名，但也是考中了不是？还有衙门的报喜官差亲自上门报喜。你家季晨呢？有好消息了吗？要是考上了，可千万要不计前嫌，请咱们去吃宴席呀！闻言，继母脑子嗡嗡的。什么？已经有人考中了，还有人去报喜了？那晨儿呢？是又没取中吗？继二柱搬回一城，洗刷了昨日的屈辱，心里痛快至极。杨哥今日在村里宴客，也不稀得大家给多少礼钱，只要愿意上门吃个饭就行。您要不要去呀？可以带上小陈和他媳妇儿，还有2个孩子。我去喊其他人吃饭了，您可一定要来呀！季晨可惜了呀。有什么可惜的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他就不是读书那块料，就是靠读书啊，逃避在田间地头干活呢。他也没少干活呀。那和咱们这些庄稼汉能相提并论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人家也是个童生。呵，童生稀罕吗？哪个村不有几个呀？还镇上县里更是数不胜数。继母不愿意出去叫人看笑话，季晨在晒蘑菇干，两耳不闻窗外事。纪元歪着小脑袋看院子外面的人。娘，他们坏人，他们都是坏人，爹爹肯定会考上的。千儿、圆圆，你们要明白，大部分人都是恨人有笑人无的，就是人家看你发财会不高兴，看你穷就会嘲笑你，这不奇怪，甚至也不必要去责怪，人性如此，只要他没当着你的面表现出来就行。可像这样的，那就是真小人了，不要和他们来往，知不知道？谁知道会不会被暗地里捅刀子？两个小孩听不太懂，特别是纪元更是茫然地摸脑袋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响起好一阵鞭炮声。继儿住家还放鞭炮了，那可真是出了血本呢！早知道咱们就过去看看了。他们家也是搞笑，哪有堂姐给堂弟办宴席的，还是在婆家办，不就是想挣钱？嘿，谁叫人家有出息呢？季晨，季相公家何在？看到几个官差骑着马跑过来，这群看热闹的吓破了胆。这样的大人，我们可是良民，和他家继承没关系啊！你们别抓我们。抓什么抓？那一脸严肃的官差下了马，理了理袍服。相公可在？这呢。季相公，恭喜您了，夺得此次院士暗手，为我们整个丰长县都争了光。小人这是来给您报喜来了。哇，居然是暗手哎，好厉害！季晨嗯了声，算是回应前来报喜的官差。不是，就我一个人激动是吧？钟宁还是反应快的，去屋里拿了个荷包出来递给官差。童
疼喜疼喜，劳您和其他大人跑一趟，民女请您和其他大人喝个茶。官差接过去，借着衣袖遮掩，掂了掂分量，知道是1两的碎银子，脸上笑容越发真切起来。对了，冒昧问一句，各位大人怎么来的这样晚？民女听闻昨日已有人去过另一个秀才公家里，还以为香菇落榜了呢。难道是我们村子太偏僻了，不好找，又或是路上遇了岔子？这事说起来丢人，因为咱们镇上从来没有出过暗手，前3都没有。乍然听说季秀才的名字，咱们这些人都不敢相信呐，特意跑了趟县城去确认一下，这才敢来。就是这样。季晨啊，我就知道你这次能中，请客吃饭的时候可一定要叫上我们啊。我就知道小陈这面相不一般，原来是文曲星转世，能出这么一个大聪明，这是咱们全村的幸事啊！这夸的怎么和骂人一样？这下小宁和翠花可是要享福了，秀才夫人、秀才娘亲，哎呦，这听着真是体面。小陈呐，你这以后发达了，可万不能忘了我们这些乡里乡亲的。可不是啊，季晨你以后当了大官，可千万要多照顾照顾咱们。我家耀祖就可以给你当差。这话可越说越不像样，官差们看得多了，也不触人眉头，适时拱手告辞。这喜事儿也看了，就不继续招待各位了。至于宴席，改天自会请。毕竟这么多年，照顾我们家、照顾我相公的人不少，我们也不是不懂知恩图报的人。钟宁特意咬中了照顾知恩图报几个字，相信有脑子的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当然要是故意装傻，他也无所谓，反正你没有被邀请。小陈，你听到了吗？你考了暗手，考了第1呀！这10年的苦总算没有白受。看着继母蒙女落泪，钟宁悄悄退了出去。搁外面他可以说点场面话，做出一副与荣有焉的模样，搁家里他却实在是说不上有多兴奋。说白了，这是季家人的幸福时刻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这几年辛苦娘了。继母哭得越发大声。老头子走了7年，那会儿晨儿才15岁，虽有帮忙做事的心，但始终能力精力有限，家里的担子几乎全落到他一个妇人身上，他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。面对那些都想扑上来占便宜的，他只能摆出愈发泼辣强势的样子，动不动举刀威胁要死要活，吓得其他人不敢靠近一分。好不容易熬到晨儿出了校，可以去考试了，他那时候怀了多大的期待呀！结果临门一脚出了变故，更别说后面娶了个脚家精，弄得他和晨儿皆是心力交瘁。越想沈翠花哭得越厉害，季晨始终低着声耐心安慰她：等下我去给菩萨烧香还愿，我还要去买纸烧给你爹，给他报喜。他转身要走，又停下脚步：你媳妇这段时间也辛苦了，你去多陪陪她吧。季晨没有言语。媳妇，你们爹爹考了秀才，还拿了第1名，你们高不高兴？高兴。我也要好好学习，好好念书，以后考秀才，考状元。有志气。考上了，要不要带娘出去风光一把，让人家都羡慕我啊？季谦直勾勾地看着钟宁，钟宁突然伸手挠小崽子的腰：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你个小没良心的！哈哈哈！要，娘放开我！我也要拿。小纪元也慢慢地扑上来，母女2个一起闹腾。感觉到外头的视线，钟宁转过头，看见季晨半倚靠在门边。人夫感，哇，简直不要太貌美了。钟宁起身朝季晨走去，后者不知为何随着他的脚步，心跳都有点乱了。我想和2个孩子分享喜悦是不是？去吧。然后他就出去了。恭喜季公子了，10几年寒窗终得暗手。我这本想着一会儿去您家中送贺礼，没想到您先过来了。这礼物现在就给您。那就多谢钱掌柜了。哪里，季公子这么说可是折煞我了。钟宁看着店里面一整个书柜上都是他的小说。要开始卖了吗？是啊，您就瞧好吧。店里新进极好看的画本1部，保管比你们大家看过的所有的画本都好看。每个人可以免费试阅1刻钟，前50名买书者便宜2成。真有那么好看？我不信。您不信您看看嘛，又不收您的钱。在我心里，最好看的画本是
我都看得不下10遍了，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看的。您尽管来瞧瞧，万一呢？这画倒是画得不错，谁呀？画本里的男主人公俊朗吧？画本里更帅气嘞。还成吧，这画风也有点奇怪。这会儿已经有不少人在大肆宣传下，或在外面或进店看书了。钟宁这会儿心跳有点快，毕竟是第一次写画本，他也不知道大家都能不能接受。他这一紧张，下意识抓住胳膊捏得紧紧的。这么紧张吗？你写的时候我偷偷看过，很好看。要不是即将考试不能分心，我早就熬夜把它看完了。真的？钟宁十分激动，能被按手肯定，他信心也提高不少。假的，因为他早就通过听着丫头心里面的碎碎念把这画本听完了。不过好看却是真真切切的。老板，我要不是，我要3本，多的2本我送好友。我也要，这画本实在是太好看了。不是，这好像不是全本吧？这本画本是连载形式的，每个月1册，建议者不用买哈。你现在说太晚了吧？我都看入迷了，怎么舍得不往下面看啊？就是，算了，不就是1个月，我等得及。排队购买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都排到门口去了。这么大的阵仗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进来看书。第一批画本仅100本，先买先得，买不到的就要等加印了。您早说啊！我要1本。还有我。掌柜的呀，那幅画卖不卖呀？我想要，您尽管开价。非卖品，哼，我还有收藏呢。画本卖得极快，卖了50、60本。钱掌柜笑得合不拢嘴。请大家稍等几日，加印的画本很快就会送来，可不要从别人手里花大价钱买，那样多吃亏呀。还有认准墨染书铺，这里才是正版，咱们要多支持作者，是不是？等忙完眼前这一阵，钱掌柜小跑到钟宁面前。真是托夫人和您那位远方亲戚的福啊，咱们的店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大家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咱们上次说过的那个分成，我之前与主家沟通过了，若是卖得好，便按1本50文给您提成，您看如何？好啊，1000本都卖完，那就是50两啊，加上后面肯定还有的卖，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。那能否再加签个合约？画本卖得太好了，我怕有那些个同行来挖墙脚。钟宁仍旧答应，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。钱掌柜对他来说多少有点知遇之恩，而且他当初提的要求他也答应了，这要是去其他书铺可就不好说了。小陈回来了，那这些都是来给你送礼的有钱人，那个阔气，银子都是按盒送的，珠子比拇指都大。小陈呀，你这下可真是发达了。真的呀？继母惊喜万分，再看到那些描金画银、镶嵌宝石的匣子，恨不得立马抢到怀里。刚刚还说我要变成有钱人了，结果真正的路灯挂件就来了。他又看向那几个正在给季晨鸣诵秋波的美人，这可真是艳福不浅，当男人真好啊。闻言，季晨也注意到那几个格外惹眼的女人，薄唇抿成一条线，原本就不甚高兴的心情这会更是阴郁。翠花，你还不下来收礼？你这都等多少年了？以后咱们就跟你混了，给你当老妈子是怎么样？我就知道翠花是个有福气的，这好日子我做梦都不敢想。翠花啊，咱们村里今年遭了大水，我那地里都给淹得差不多了，补种的苗子也不知道能带来多少收成。我家人口也多，现在我快揭不开锅了，你看能不能借？你给我滚！我就知道你们这些人不安好心，我可没钱借给你。这不是有那么多好东西吗？我又没收。季相公，这礼物您收下，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您不用有负担。季公子，您以后求学若是缺了银子，或者是遇到什么难处，尽管来找鄙人。季公子，这是小人给您准备的。诸位的心意我心领了，这东西你们都拿回去吧，我不会要的。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但我从前没收过任何人任何好处，以后也一样不会收。我只是区区秀才，没有为难你们的资格和本事，请你们离开吧，也请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一家人的清静。眼见季晨如此决绝，不少人犹豫了一下离开了，也有不死心的。季公子，这银钱在下就不送您了，可这秀儿是我家中最能干最懂事的丫鬟，
您家里田地多，事情繁杂，还有2个孩子，也没人伺候着，不如把他留下吧。这次季晨没说话了，而是把目光放到了钟宁身上。你看我干嘛？哦，我懂了，你想让我展现大婆的宽容大法，主动提帮你留下小美人，对不对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把她……我不需要。带走吧。先不说家里这些事，我和胖猛都能处理好，便是不能，我们也会找个真正能干活的人来。秀儿能干呐！别说那个字了，我是个大乌龟，我反思。哦，哪有那手比主子还细嫩的丫鬟？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说第2遍。不管你们送什么，我都不会收的。都走吧。不许走，都不许走！他不要这些东西，我要。我是他的祖母啊！有钱不要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考个秀才就把你美得认不清东南西北了。你不要钱，你不知道接济一下你的叔叔婶婶，不知道把好东西拿过来孝敬我和你祖父，你良心都被狗吃了是不是？死老太婆，你说什么呢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？我们2家可是10多年前就分家了，你好意思过来拜祖母的婆？我看你是得了痴傻病老糊涂了吧？沈翠花，你敢骂我？我可是你的婆婆，你和你儿子要是不孝敬我，信不信我去告官，我去镇上，去县里，把你们的事情都说出去。继母一下没了声音，她自己倒是没什么，但是不能叫儿子吃了亏。钟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古代多推崇以孝治天下，一个孝字就能压得人直不起身。他不确定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应付。呵，现在知道怕了。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？快让这些人把东西留下，那几个女的你不要，就留给你叔叔堂哥他们做丫鬟吧。我和你祖父也缺人照顾，你们来了就是洗衣服做饭，伺候老爷少爷们，知道不？要是惹我和几个太太不高兴，立马把你们卖了。一看老太婆这尖酸刻薄的模样，刚刚还有些不甘的秀儿拉着主子急匆匆溜了。她脑子又没坏，还好意思自称老爷、少爷、太太，你们也配？其他人也不愿搭理这个老泼妇，他们是来拍秀才公马屁的，可不想拍到马腿上，到时候东西给了还不讨喜，他们又不傻。谁让你们走的？快停下停下！你听不到我说话吗？快叫他们都把东西留下！你谁？你还装傻？你和你爹妈一个德行，一点不懂孝顺长辈，我要去报官抓你！闹够了没？王红梅，你忘了当年和季老大他们分家还签了断亲书的事情？我可没忘。如今看季晨有出息了，就想起这个亲孙子来，还想靠他敛财，你哪来的脸？我不管你们打的什么主意，但是季晨是我们陈家村出的第一个秀才公，还是暗手，就是我们陈家村的荣耀。说出去每个人脸上都添光添彩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诋毁他。李正说的是啊，有季晨在，咱们村的人在其他村面前都有面。可不，我今早回娘家，我那从来不给我正眼的嫂子居然主动问我季晨的事儿，还说现在外面谁不知道丰昌有个陈家村，村里有个暗手秀才，想和好也不给个好脸色，这种态度谁搭理你啊？给自己招个恶婆婆恶祖母回家，是嫌家里过得太舒服了吗？眼看场面有点收不住，季二柱赶紧指挥着几个兄弟把鱼肉都搬出来。哎呀，小陈呐，别听你祖母的，他就是不会说话。其实刀子嘴豆腐心，你这考上秀才他高兴着呢，晚上睡不着，一大早就催着我们去给你买贺礼，到时候请客吃饭还能用得上。到时候你媳妇和你娘亲席面忙不过来，还可以叫你婶婶嫂子们去帮忙。这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小陈啊，以往是祖父祖母对不起你和你爹妈，这几年我们心里也有愧。往后啊，不管你们家遇到什么事儿，尽管来找爷奶叔婶儿，我们给你撑腰。你这以后要出远门读书，家里只剩下寡母媳妇儿和2个娃娃，我们也帮你照看着，保管不叫任何人欺负了他们。肯威胁人是吧？死
死老头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不嫩你，我就不叫乳腺拯救侠。我没有什么爷奶叔婶，我如今的亲人只有娘和2个孩子，还有我的夫人。有些事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做了就要敢认，敢面对后面的结果。想忏悔可以去地下和我爹忏悔吧。我以为你今天会答应。什么？丫鬟的事情。哦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你们男人啊！看他这样，季晨手有点痒痒的，想摸摸他的头，又想捏捏他的脸。没有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那种事情。于我而言，参加科考只是想改变命运，让曾经看不起我的人从此只能看着我的背影，让我的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至于红袖添香，现在已经有这样一个人了，我也不需要其他的。钟宁点点头，突然反应过来，什么红袖添香？什么已经有这样的人了？那不就是我吗？哎呀，怎么突然就说甜言蜜语了？对于曾经的钢铁直女，网络上的巨人，现实中的矮子，有色心没色胆的退堂鼓艺术家钟宁来说，这种情况实在是太陌生太刺激了。错觉，肯定是错觉。深情歌的深情可是要留给女主的。冷静，我要冷静。钟宁在心里念叨了几遍，看向季晨的眼睛瞬间变得老僧入定一样淡然。你为什么拒绝？我又不傻，找个女人回来和我玩争风吃醋那一套不说，2个孩子这么小，万一他有歹心怎么办？就算这些情况都没有，也不能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。我希望他们能健健康康长大，不仅是身体上，还有心理上。钟宁说的真挚，季晨深深地看了他2眼。他不知道世界上还会有这样傻的女人，对不是自己的孩子如此温柔善良。若是他能将对孩子们的好也同样给予自己。微风习习，夜空中星光点点。季晨站在窗边，他的身后是已经趴在桌上睡着的钟宁。看来那晚茶对他的效果没有那么好。季晨缓缓转身，轻抚他的额头，又捏了捏他的脸颊。长夜漫漫，他和他相处的时光也还很漫长，一切慢慢来吧。第2天一早，救命啊！来人啊！二主快来捞你爷爷！都来看看呀！季老头掉茅坑了！我不干净了，我不干净了！继母在骡车上等了许久，不见钟宁回来。上个茅房这么长时间，该不会出问题了吧？季晨静静坐在前面，想起钟宁下去时从地上捡起2个石子跑开了的场景。不会有事的。又过了会儿，娘，掉毛了。别胡说。就是掉茅坑的可不是我。婆婆，给你说个好事，我刚才回去看到季老头掉粪坑了，全村人都在嘲笑他呢。真的？继母一下坐起来，头撞到车顶，发出嘶的一声。果然见人自有天收，可惜我没看着。没事儿，等你回去肯定有很多人给你报喜。不过你可别说我瞧见了，不然人家指不定怎么往咱家身上泼脏水呢。那肯定啊，我又不傻。继母犹豫了一下，不是你弄的吧？钟宁面不改色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怎么把它弄粪坑啊？推进去，还是给外面大吼一声把它下进去？也是，我可太想回去看看了，这心里都刺挠。你回去也行，反正我爹娘现在想看到的也不是你。会说话吗？不去那可是丢礼节的事儿，我可不能让小陈丢人。你可真是个好娘亲。你讽刺我？怎么会？我这话不能更真心了。钟宁觉得继母这个娘当的是真的很合格，一个寡妇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不容易，力排所有困难供她读书更是不容易。为了她方方面面遵守礼节，甚至为了不影响她的前程，不与老季家人争辩，任凭他们骂，这怎么不是一个顶顶好的娘亲呢？你知道就好。继母轻声哼哼，转头嘴角都快咧天上了。小王村村东头，你家女儿女婿还没过来呀？谁要他们来？我早说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不要她回来。她现在过得怎么样，我也不关心。嗨，你就嘴硬吧你！要我说，你也是个牛脾气，他们不来，你不会过去呀？你女婿啊，现在可是秀才公，你听说过咱这10里8乡有秀才公吗？要是我当天就去道喜了。
这亲认好了，那以后谁不高看你老钟头一眼？你这人呐，就是好面又皮薄。钟宏远不言，他心虚也不好直说。女儿嫁出去3日回门那天，女婿的脸色他看在眼里。后面亲家母过来退人，他们也是门关得紧紧的，一声不敢应。如今女婿做了秀才，别说指着他来报喜讯送好东西了，他不来报复已经很好了。也不知道会不会把他那个好吃懒做脾气还差的女儿赶出去。赶出去那活阎王跑回来，自己又该怎么办？钟宏远就2个孩子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。女儿5岁的时候才有的儿子，小时候这个女儿浴血可爱的，他也喜欢得很。只是儿子毕竟是家里的根，他免不了要多花些心思。结果女儿长大了，天天说他们2口子偏心，干活要和弟弟比着干，拿钱也要和弟弟一样多。有时候骂他2句他就耍横，在地上打滚掀桌子，气不过想打他，他就鬼哭狼嚎的把村里人都叫回来，甚至还要来个1哭2闹3上吊。他这样谁还敢拿他怎么样？所以当不明真相的继母上门替儿子求娶他姑娘的时候，他真恨不得抱着这个救星大哭一场。后面季家闹得鸡飞狗跳的事儿他也没少听说。现下季晨有本事了，他的担忧可比高兴多得多。老天保佑，他姑娘可千万不要被休啊！老洪呀，耶，你的好女婿来了，快关门！关门干嘛？爹，你最爱的姑娘回来了，你不开心吗？岳父，好久不见。我想哭可以吗？好女婿，你来了。正啊，你女儿女婿回来了，快去砍点肉回来。好。不用，我和宁儿买了肉来，还有些别的，直接用那个做菜就成。是啊，亲家母，可用不着那么麻烦。继母带着2个孩子下了车，又把东西一件件拿了出来。那么大一条猪肉得有10斤了吧？还有鸡啊鱼啊的，还有点心糖块，连茶砖都有。这女婿做的可是挑不出一点毛病，这和他想象的差别太大了。谁？是谁？不怪他们不认识，从他们出生到现在也就来过这一回。是你外祖父外祖母。2个孩子乖巧地喊了声，声音软软糯糯的。钟宏远一下就开心上了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小弟呢？你弟弟去镇上打工了，他如今在镇上学木匠。学得怎么样？不如何。这些当师傅的有几个是肯真心教徒的？不过是找个不用给钱的劳力罢了。那还学个屁呀！又累又没有成果，还得受气，傻子才在那继续干呢。你觉得不好的活计，村里多的是想去干的，便是学不到那些雕花毛笋的手艺，只是能简单打个桌子椅子也不错。你看看村里的王木匠，他那手艺也不怎么样，但价钱便宜，做的家具也能用耐用，便也能撑起一个家。再说总比咱们这些泥腿子强，种地苦啊，一年到头可能还没个收成，做手艺起码旱涝保收。也是，他也没想过拉拔便宜弟弟一把，先不说没那个条件，有也不想没事找事，又不是亲弟。李氏也不敢怠慢了这个女婿，除了用季晨带来的肉做了满满一大盆红烧肉外，还把家里的咸鱼腊肠都拿了出来。我们难得来一趟，岳父去把小弟也叫回来吧。那太麻烦了，镇上又远。没事，您驾我们的骡车过去，很快就能回来了。那怎么好意思？得，别在这假客套了，快去快回吧您嘞。宏远终于是没忍住瞪了这个姑娘一眼，他们家怎么就出了这么个不像话的？继母去帮李氏一起做饭，钟宁就带着2个孩子回了他的房间。不知道是不是原主余威太强，他的房子至今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。桌上摆着原主在家时用的胭脂水粉，还有些头花饰品，不值钱，但可见她是个爱美会享受生活的姑娘。娘，花花。对啊，圆圆喜欢吗？小姑娘小心翼翼拿起一朵粉色绢花。喜欢。娘帮你扎上。钟宁把绢花扎在小姑娘的小揪揪上，注意到季谦巴巴的小眼神，也给谦儿扎个小辫儿。不要。季谦哒哒哒跑出去了。自打钟宁来了钟家，感慨不少。季晨也是一样，他站在这只看过3次的房间里，
心绪万千。唯有这一次，他的心情是完全轻松的。对不起，但是你离开，让他来到我的身边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在车上的时候，看到外面田埂上有刺梅，应该是漏网之鱼。娘带你们去摘着吃，好不好？好。一家4口浩浩荡荡地在田间地头找刺梅，找到了钟宁第一个吃，也不管旁边2个小崽子。小季谦气的嘴巴挂油瓶，他们又摘不过娘亲，娘亲又不分给他们。看娘亲一吃一大把，他们只有一点点，好气。爹！小季谦想找爹爹诉苦，季晨低头看了他一眼，随即把摘到的1把刺梅全都给了钟宁。那就是秀才公，长得也太好了吧？你今天才瞧见呀？之前钟宁那丫头成亲，村里哪个姑娘老娘们见着她不说跟神仙似的人物？不是说她和钟宁关系不好的吗？谁说不是呢？前几天我听说这人考上了，我还跟我家那口子说，钟宁怕是要被赶下堂了。谁知道啊，秀才公不仅没把人休了，2个人关系好像还更好了。看看，还提醒钟宁哪里有水让他避着点呢。哎呦，这钟宁可真是个有福气的，在家时候作威作福，比村里哪个姑娘过得都好，嫁出去还有人百般呵护，怎么就那么好命呢？这谁说不是呢？秀才娘子以后有的是好日子过啊！你信不信他们又在编我夸你呢？肯定还说什么我遇到你是我有福气。有福气的是我才对。爹，姐夫真的会帮我吗？他没说，我也不会提。你姐以后日子不定过的是好是坏，咱们不能给她添乱。更何况你姐夫以前受苦的时候咱们没帮忙，现在有什么脸要好处？那我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先在家里种地吧。爹再帮你多打听打听哪里可以学手艺，像张四这样的师傅不成？你看看你这回受的。钟志成乐呵呵的应了。你们信我，那个季晨真的是个没良心的。他爹走得早，我们一家人节衣缩食把他养大，结果他现在居然不认我们，他这样不配做秀才，不配吃上官家的粮啊！你们可别被季晨骗了，他就是个白眼狼，不孝子孙。念书要花钱的时候就找我们这些老的要，现在考上秀才了就要把我们一脚踹掉。真的假的？感觉有点像，不然一个老太太没事诬陷自己孙子干什么？哟，老人家可怜呐，看着衣着家里应该是挺穷的，好不容易供出个秀才，还翻脸不认人。这样的人也配当暗手？你们就应该去找县令，去找郑副使告状。老婆子，我是肯定要告状的，他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可能让他好过。且慢，你说你是秀才公祖母，供养了他很多年，那我请问您，秀才公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出生的？他的父亲，您的长子，又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出生的？这位老太太，您可要好好想清楚了，毕竟秀才公的档案就在青林学院里，一查便知。季老太瞬间哑口无言，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生的？他又不是长孙，儿子倒是长子，但是什么时候自己差点没命了，恨他都来不及，哪里会特意记着他的生辰？我年纪大了，忘了。那我再问你，你说秀才公是你供养上学的，那你们每年给他多少银钱念书？季老太又没声了，他咋知道？一年15两。季老太想起听二孙媳妇说过，他堂弟在镇上念书1年要20两，季晨那个穷小子花不了那么多钱，肯定也少不到哪里去。是吗？季公子上学是免宿修和书本费的，学院还会给他些钱，算是对他学习好的奖励，同时他还会抄书补贴。一个普通学生1年可能要20两银子，但他免去那些大头，1年肯定用不到10两。他非要吃得好穿得好，自然花费多。可我怎么听说他在学校吃的都是最便宜的菜，衣服也不过是学校发的衣服，外加2套破旧的常服。你知道个屁！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
你是什么人，这么替他说话？怕不是收了他的钱？诸位里就没有青林学院的学生吗？今日若有人在，烦请出来说说关于这位祭案手的实际情况。今日你我若装聋作哑，来日遇到他人污蔑你我时，其他人也会装聋作哑，该是多么叫人心凉绝望之情景。我就是青林学院的，季晨是我师兄。我每次在饭堂看到他都是只吃粗粮馒头和青菜，衣服也很普通，甚至能看到缝补的痕迹。对，像是同窗举办诗会或者约去酒楼吃饭，季晨从来没去过。季晨抄书挣钱，学院里的人大部分都知道。我看季师兄身形消瘦，脸色也不好，根本不像是吃好喝好的样子。你怕不是在往他身上泼脏水吧？对，我还听说季晨父母早就和他祖父母那边分家了，就是因为他祖父母不肯供养他上学，说太浪费钱。你这是胡说八道！你都不是我们那里人，你凭什么说我们和那个白眼狼分家了？还有你们都给我闭嘴！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真是他同窗？我看你们都是被他收买做伪证的。你们一起欺负我老婆子，你们该遭天打雷劈呀！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我怎么说话的？你们不就是看我老太太好欺负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身体可是弱着呢。你们要是把我气怎么着了，就等着花钱给我治病吧。季老太摆出一副舌战群儒的场面，又是混不吝的，只把那些读书人气得脸红脖子粗。他们不知道情况，我知道，我比谁都知道。哎呀，你这里有你什么事儿？我就是季晨的岳父。你说是就是。钟父这下算是知道女婿有多不容易了，心里愈发愧疚。这匹骡子就是女婿借给我使的，我现在还能把他人接过来和你对峙。老太太不是谁先说话谁就有理，也不是趁着知情人不在就能随便造谣的。季晨和他爹娘早就被你们踢出家门了，分家的时候住在村里破屋，连个锅都没有，好不容易日子好过点了，他爹出事，你们不仅不操持，还幸灾乐祸。后面季晨一次次考试遇到突发情况，你们在那嘲笑，说他白花了那么多钱，还不如一开始就老老实实种地。现在他考上了秀才，你们想沾光不成，就往他身上泼脏水扣屎盆子，没这个道理。是啊，我朝虽然以孝治天下，但也不是不讲道理的愚孝盲从。像你们这种早就断了筋的，说笑更是无稽之谈。诸位试想，若是你们遇到这种情况，会笑吗？笑个腿！该出钱的时候一毛不拔，现在想来摘桃子，他有脸吗？他脸比人家大是吧？没想到秀才公这么不容易啊！这家境尚且不错的，想供养出个读书人都不容易，更何况是这种家境贫寒的。我等当真是要向他好好学习啊！话是这么说，但毕竟是他祖母，老太太年纪这么大了，他一点不管也太狠心了。你善良你好人你去管，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人群吵吵闹闹的，季老太太感觉情况不妙就想溜，钱掌柜拦在她前面。诬陷完就想走，哪有这种好事？您刚才不是想见县令吗？我现在就送您过去见他吧。你谁呀你？多管闲事。我不过是成了季秀才和他娘子情的生意人。钱掌柜是真佩服季晨，居然能提前预料到这些事儿。上次画本开卖那天特地请他帮忙留意着。钱掌柜一个生意人还是有些手段的，一开始说青林学院那2个书生其实是他花钱安排的托，后面的便是真正的季晨同窗。这种得罪人的事情总得有人带个头。你敢？老二老三还不快来救救你们老娘？还有大柱3柱4柱。杨他这么大年纪被抓了以后很快就放回来的，咱们要是被抓了那可说不准，还可能要打板子。咱们要是被抓了家里怎么办？还是先回去再想办法吧。对，咱们走吧。任凭季老太怎么喊，始终无人回应。您请吧。小陈呐，你多吃点肉，这个咸鱼你也多吃点，还有这个腊肉，你喜欢吃瘦肉，这都是。干脆都给他一个人吃算了，抢我便宜爹可以，抢我肉不行。
小陈多不容易啊，你也不多体谅体谅他。我看我是没摔桌子，你胆大了。没事的，岳父，宁宁更不容易。季晨将碗里的菜拨了大半到钟宁碗里，后者炫耀似的朝便宜爹抬起下巴，得意地哼了一声。你太惯着他了。岳父今天可是遇到了什么事？钟父回来以后，一直用一种怜悯又愧疚的眼神看着他，肯定是在外面遇了事。钟父还没说话，钟志成已经迫不及待把在镇上遇到的事吐露一遍。那个老太婆欺人太甚，还好有不少人仗义直言，特别是那位蓄着小胡须，看起来很正气，像个读书人的大叔，一直在帮姐夫说话。什么？我这就去找他算账。您别生气，那个大叔特别好，已经找人把那个老太婆拖走了，说是要报官，他现在应该吃上牢饭了。季晨并不惊讶，这些事他早就考虑到了。不过钱掌柜比他想象的做得更多更周全，他要找个时间去好好向他道谢。爹娘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你们今晚就在家里过夜吧。这哪里住得下呀？钟宁瞅了瞅屋子，也就3个卧房，2个小的，1个大点的。怎么住不下？我和亲家母一个屋，孩子我们俩带着，你弟弟和你爹挤一起，你和小陈一个屋不就好了？不好。感觉到周围人聚拢过来的眼神，那什么，我怕季晨不习惯。你肯定不习惯，对不对？你都和我分房睡那么久了，你又对我没感情，你快拒绝，赶紧拒绝呀，不然我真要占你便宜了。就按岳父岳母说的做吧，咱们也好久没回来了，不如多待1天。小老弟，你怎么回事？娘，你说？当然行了。过不了多久，儿子就要外出求学，这次可能去县里，还有可能去府城，到时候就是很久都不能回来一趟。趁着现在还有时间，让他们小夫妻多在一块儿交流交流感情，要是能再给他添个大胖孙子就更好了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孝顺了？让你留下你就留下，这么大点床，你是打算晚上打地铺吗？我好像也没有不孝过。钟宁更了下，确实，便是那么讨厌原主的时候，季晨也没有来找过岳父母的麻烦。坐下吧，我帮你擦。钟宁有些不自在。啊，这倒不用，我又不是没长手。但你这样累手，手一直抬着，手腕不酸吗？钟宁抬头探究地看了季晨一眼，看不出他眼底有什么情绪来，这才乖乖坐下。有人服务再好不过了。哎呀，头发多原来也是一种淡淡的忧伤，擦半天都没全干。钟宁本来还觉得不习惯，特别是感觉到男人近在咫尺的清浅呼吸，但在这样细腻温柔的手法下，又忍不住昏昏欲睡。现在晚上还有点冷，房间也小，不适合打地铺。你我起来的也晚，要是明早让岳父母或者我娘瞧见，总归不好。啊！钟宁有点清醒了，抬起头看季晨。你说呢？说什么啊？晚上将就一下，让我一起睡你的床。钟宁刚喝进口的水直接喷出来。不行吗？季晨放下毛巾，他手里乌黑柔顺的发丝已经干了。没说不行。钟宁语气凶巴巴的，本来就是夫妻，他也没有一直抗拒的理由。所以你干嘛要答应留宿在这边？起一块儿很高兴是吧？季晨没有回答，低垂下的眸子里倒是有几分璀璨的光。我睡里面。头发干了，水也喝了，钟宁直接上床，床不大，2个人睡着其实很挤。哎呦我去，我都多少年没和男的在一张床上睡过觉了。好吧，好像我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。上辈子小时候应该和老爸老妈睡过一张床，但是都记不得了。其实我也挺幸运的吧，和这么一个大帅哥睡一块儿。这人别看外表冷冰冰的，身体还是挺暖和的呢。果然再冷漠的男人，只朝……不是，我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像这种色的，也不知道搁现代点个他要花多少钱。可惜呀，是个有夫之妇，不然我怎么也得让他知道什么叫男人，也得保护好自己。都说我现在当秀才娘子了，我怎么没什么实感呢？感觉和之前也没什么变化。季晨就这么静静听他说话，一开始有些紧张，怕他说出和其他男人睡过的话，后面又有些不舒服。是啊，他不是原来那个钟宁，他和他如今只有夫妻之名。至于时，季晨实在不愿回想那段不堪的记忆，
这么一想，他竟觉得自己有些脏。后面钟宁说到秀才娘子，他在失落的同时又忍不住升起一个念头：若是我能给他更多权势财富，是不是就能弥补这些？季晨正想着，一条纤细暖腿就这么搭到他腰上，女人温暖湿润的呼吸喷洒在他的脖颈上，让他浑身僵硬。快跑啊！野猪来了！野猪咬人了！救命啊！饶了我吧，野猪大仙，饶了我吧！谁呀？这是？师兄，智成，你快救救我吧！这下野猪追着男人，男人追着钟志成，钟志成拔腿就跑。师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2只野猪非追着我不放啊！胡说！野猪就追着你一个人跑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眼看野猪要扑上男人，钟志成朝野猪丢出铁锹，铁锹砸在野猪身上，疼得野猪嗷嗷一嗓子，转而朝钟志成扑了过来。志成，这里还有一只。钟志成哪里还有精力管他？他现在躲都躲不及。钟府挥着锄头就要上，季晨从后面抓住他的胳膊。村里的老猎户拿着箭射，几次都没射中。村里也有些小伙子来帮忙，但是野猪太厉害了，基本来一个拱飞一个。眼看钟志成要被野猪追上，季晨也管不了那么多，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朝野猪砸了过去，又把野猪吸引到他这里。他打算爬上树，看看能不能让野猪撞树上。可在钟宁眼里，就是他那个柔弱不能自理的便宜相公，马上要被野猪当白菜拱了。你好，借用一下弓箭哈。钟宁抢过老猎人手里的弓和箭，快速打开，双眸微眯，紧锁在四处扑腾的野猪上。只听咻的一声，箭刚好没入野猪的脖子，那野猪蹄子高高抬起，一声嘶吼，竟还活着。钟宁连拉了几个满弓，5支箭中了4支，直叫那野猪在一阵阵嘶吼后倒地。这是老钟家那个。天爷，我不是眼花了吧？他把一只大野猪弄没气了。太厉害了吧！季晨看着钟宁，心里的澎湃激动无法言说。他救了自己，就像是从天而降的玄女一般，那么强大又那么美丽，而他现在是他的妻子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还有我呀！男人还想来钟宁这里求救，钟宁直接将剑对准他。你要是想死，尽管过来试试，我可没那么善良，去救一个满口谎言的人。我说，从一处房子后面走出来一个满眼泪花的女子。迎春。钟志成愈发震惊了。我来找你，二哥陪我一起来，在山里遇到了野猪，二哥想捕猎野猪，用石头砸了他，没成想没把他砸死，反而激怒了他，带着另一头野猪一路追着我们下了山。志成，你快帮帮二哥吧。我也帮不了啊。那你让那个女人帮忙。你开玩笑吧，那是我亲姐，我怎么可能让她冒险？还是师兄让野猪好好拱几次，让她消消火吧。谁让她自己手贱？这只公的也是受了无妄之灾，阿弥陀佛，一会儿把它吃了，也算是让它最后实现价值了。小伙子，你这么聪明，你爹娘知道吗？可是你姐姐那么厉害，她救一下二哥怎么了？她就是被猪拱2下又不会咋样，我姐拉弓手不疼啊。你说的人话吗？剩下的野猪也没有继续再追男人，而是掉头逃窜。一会儿宰猪的时候，给这位大爷分个猪腿吧。没有他，我对付不了这只野猪。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分，我不要。那怎么成？这是你猎的。不了，野猪肉老不好吃，我不吃。他现在有源源不断的收入来源，不缺这只猪。倒是钟家这边，他到底占了他们姑娘的身体，还是要多孝敬孝敬。你没意见吧？季晨径直走过来，突然握住他的手。你没感觉吗？是我。钟宁这才发现他的手指在流血，季晨刚用手帕替钟宁擦了擦手指，后者直接疼得眼泪蹦出来。姐，你没事吧？幸好没让你帮忙，不然说不定手指都割断了。会不会说话啊？回家烧点热水，把伤口好好清洗一下。这怎么弄的呀？娘没事的，要是回来的再晚点，伤口就好了。季晨烧了水，等水没那么热了，
握着钟宁的手指，小心翼翼给她清洗。婆婆，我把野猪给我娘家，可以吧？你打到的想给谁都行，咱家不缺你一口。倒是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的呀？难道之前拿回家的野鸡野兔也是你射中的？哼哼，不然呢？跟谁学的？咋不早露一手呢？自己突然领悟到的，你就说厉害不厉害吧？厉害，娘厉害。姐，我和你学行不行？我也想像你那么牛。行啊，你回头有空就去我那找我，我教你。好哎。志成，迎春，你还有事吗？不会是让我给师兄治病吧？我可没那本事。祝孤生，这叫祝孤生啊？不是，二哥刚才已经去找赤脚大夫了。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师傅想让我继续回去打白工是不是？你跟师傅说我不去，我宁愿种地我也乐意种地。我种地特别厉害，家里我料理的地收成都更好。等我学会我姐的剑术，还能打猎补贴家里，我不需要再去学木匠了，太棒了。我爹也没有那么过分吧，他只是想多考验考验你，你就不能再坚持坚持吗？等我说服我爹，让我俩在一起不好吗？这句张迎春憋在心里。我经不起考验。我和我弟不像吧？他但凡有我1/10的情商，也不至于比钢筋还直。对于这种傲娇小姑娘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你们半斤8两。啊？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我哪里直了？哦，我也不弯。哼，男人，你懂什么？如果我说是我让你回去呢，你就这么走了，一点不考虑我吗？考虑什么？哦，迎春，你想让我等到你和师兄成亲以后再走是吧？那不行，我出不起礼钱的。你混蛋！谁惹他了？我求你，出去别说是我弟弟好吗？秀才公，可算等到你了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县令大人和欧阳学正一同设宴招待各位新晋秀才公，小人来给您发请帖。县令说欧阳学正愿意长脸来封场，也是因为您，让您无论如何都要过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劳您跑一趟，辛苦。哎，哪里。受到继承递来的一小块碎银，官差笑得更真诚了。这次宴席上，县令和欧阳学正还会考教各位秀才公，您可以多问数，做好准备。好。钟宁看到继承给钱给的痛快，小声道：你还有钱吗？快没有了。我拿给你。男人在外面哪能没有钱啊？你要去面见县令和学正大人，肯定得好好打扮，留个好印象嘛。那样不就成你养我了吗？不然呢？你又养不起我。再说了，我这也是长期投资，你给我保里子，我给你整面子。要是哪一天深情哥真投入了女主的怀抱，也能看在我给他花过钱的份上，饶我一马吧。钟宁越想越是这么个理，那就多谢夫人照拂了。不必多礼，都坐。让各位青年才俊等了那么久，大家应该也饿了，自便吧。桌上餐食丰富，有鱼有肉，有酒有菜有点心，但几乎所有秀才都没心思吃。然后他们就看到正在慢条斯理吃东西的继承。继承，你很饿吗？继承缓缓咽下食物，抬头。县令赐食，吾甚感激。且吾为平民之子，深知1粥1饭1米1粟来之不易，不想浪费粮食，认真吃完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文茂才回答不上，也知道自己这样太鲁莽了，但他就是记恨刚才继承在众人面前让自己下不来台。两位大人眼中带着欣赏。继承说的不错，本官也是农家子出身，在家里吃饭从不浪费，也教导子女不许浪费，在外面倒是为了颜面有所收敛。如今看来啊，倒是本宫自己狭隘了，节约粮食哪里会是丢人之举呀？说罢，他也拿起筷子夹起鱼肉吃了起来。谢县令也是这般，这下秀才们倒是不用再端着了。事实上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早上也只吃了一点果腹，便是担心在宴席上想出宫或者做出其他不雅之事，叫其他人看了笑话。吃完饭，
谢县令和欧阳学正便询问起秀才们这段时间的安排，大部分人都说在家中学习，或是去恩师处继续接受教导。每日会看书2个时辰，除此之外便是带孩子去田里看看禾苗生长情况，做些家事。前2天去了岳父岳母家拜访。本宫怎么听闻你和你夫人关系不太融洽呢？小生和妻子成亲不过3年有余，且刚成亲那会儿还太过年轻懵懂。小生一心求学，忽略了妻子的心情。如今想来，妻子当时有些小脾气，也是因为小生不够体谅关怀。更何况她不仅要操持家事，还要照顾孩子和母亲，实在不易。一切都是小生做的不够。如今小生和妻子把话说开，遇到问题开诚布公，很多问题也便解决了。我与他线下相处，十分恩爱融洽。众人目瞪口呆，没想到看起来那样冷漠的男人也会说这种亲昵缱绻的话。看季晨耳朵微红，欧阳学正也促狭地笑了。后面便是2位大人中规中矩的提问，一众秀才纷纷抢答。季晨没有刻意出头，只在被点名的时候才起身作答。即便如此，谢县令和欧阳学正还是为他的学识赞叹。你可考虑好是去县学还是府学学习了？欧阳学正这一问，就连谢县令都有些紧张起来。谢县令自然希望季晨留在县学，到时乡试若有所收获，也算是他在任时的功绩。虽说在府学那边考中举人也算，但头功肯定记在府城那儿。回学正大人，尚在考虑之中。哦，可是有什么难处啊？没有，只是府学离家太远，小生免不了惦记家小。闻言，众人哄笑起来。怕是舍不得夫人吧？季晨也不解释，大家只当他是默认，心想这还是个痴情的。后面半天，欧阳学正亲自给30名秀才授课，讲的不过是大家都背烂了的《论语》。听完课，众人依依不舍地离开庄子。酒席在家安排在太白楼，大家一定赏脸啊！竟然是太白楼，那里的女儿红可是一绝。是啊，味道绝，价格也绝，一小坛酒就那么1斤，就要5两银子。咱们这些人一人1坛，可得把陈兄喝哭。那咱们就少喝点，多吃些好菜。那人热情至极，对最后几名态度也十分的友善，连林胜也推拒不过，答应了一起去。季公子，你也一起去吧。抱歉，在下就不去了。你有什么急事吗？在下想连夜赶回家，船票也已经买了。这有什么？不过是张船票，我明日安排家里的私船送你回去，也更舒服些。在下已与家里打好招呼，今晚不回，他们要担心的。那简单，我派人。陈兄这般想尽办法挽留，在下只怕要怀疑你是不是有其他居心。怎么会呢？好吧好吧，那你回去吧。那我也是要回去了，我爹管我管得严，这家里有门禁，这回去晚了可跪祠堂挨戒尺的。这次陈万倒是没有一再挽留。季兄刚才说谎了吧？你今晚是没打算回去啊？你不也是吗？哈哈哈，我只是担心入了鸿门宴。季晨没有再开口，如今天还没有黑，他想着找个地方吃点东西，正看着，发现不远处有一家首饰店。季晨摸了摸怀里，那里有县令和学正奖励他的20两银子。他径自朝首饰店走去，徐不言挑挑眉也跟着去了。眼看季晨在认真地挑选首饰，我原以为季暗手在学正大人面前说的不过是些场面话罢了。你这个名字取得名不副实。你直接说我话多不就得了？就在这时，季晨注意到手边有一只团花蝶链钿头金钗，这金钗与钟宁当日看的一模一样，价格比在镇上时要便宜半钱银子。我就要这只了。我要这只，我们俩放在一起算，是不是能给便宜点啊？徐不言挑了一只大金手镯，要35两。掌柜自是忙不迭点头。于是季晨花9两银子买了金钗，徐不言花33两买了手镯。临走前，季晨又挑了对银手镯，花了5两银子。怎么不早点拿出来？那样还能更便宜一点啊！季晨薄唇微抿，他也是临出门才想起娘也没有件像样的首饰，他真是个不孝子。
我知道有家做面条的店儿，味道相当不错了。季公子要不要一起尝尝去？到底算是占了徐不言一些便宜，季晨也没再拒绝。你是谁？我不是自报过家门了吗？你知道我想问的不是这个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季公子和令夫人，若不是你们，我那个不温不火的书铺也没法挣那么多钱呢。你就是那家书铺背后的主家？是啊，没想到吧？两个人在店里落座，徐不言直接要了2碗牛肉面加上2张肉饼。算我请你的，毕竟你让我挣了那么多钱。不是我帮你挣的。是吗？那就是令夫人帮我挣的。徐不言话音刚落，就见对面人神情悠然地盯着自己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这么凶嘛。这牛肉可是稀罕物，这难得吃上一回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季晨没有接，看到他这警惕的样子，徐不言无法。好吧好吧，我与你说句实话，其实从画本到我手里开始，我就对这个写画本之人有了充分的好奇心。毕竟我看过的画本没有1000也有800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类型的。等到画本卖得火热的时候，我便特意调查了一番。这查起来也很简单嘛，你们夫妻2人平时互动范围再简单不过了，根本就看不到所谓有如此文化功底的远亲。这么一看，写画本的就只能是你或者贵夫人，而你直接否认了，那贵夫人便是背后的写手喽。你调查我们？生意人嘛，狡诈多疑很正常。你要是不高兴，我也告诉你我的秘密。其实啊，我是商户之子，你也知道，我朝不让商户子弟科举，我亲爹儿子生了5个，我是最小那个，又是妾生，这家里家业轮不上我去继承，就把我过继给我舅家。我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户，如此我才得以参加科举。这些铺子也不是直接挂在我名下的，而是我娘名下的。至于我娘，是我爹的妾室，他为了保障我的生活，让我不至于过去出去以后日子过得困窘，特意找我爹要的这些铺子，我私下代为打理。徐不言说的是可大可小，起码季晨若是捅出去，他这算是私自经商，那样他的科举资格一定会被取消。不过他既然敢说，就是笃定了季晨不会去告发。季晨也确实不会，他没有那么无聊。看着季晨端过牛肉面，徐不言心里松了口气。你这金钗是送给嫂子的吧？这嫂子应该比较漂亮吧？不然像你这样风姿气度的人，怎么可能这么护着她，喜欢她？我夫人长得也好，就是审美太俗，我给她买那些精致的首饰她不喜欢，说工价高不值当，不如直接送她金块金条，当真是俗不可耐。徐不言喋喋不休地说。季晨默不作声地听，不过他也在心里想了，若是拿一个大金块和这只金钗到钟宁面前，他但凡选了金钗，那都是自己对他不够了解。公子要不要进来玩玩啊？好俊朗好有气度的公子啊！哎，应该还是一个读书人吧？小女子呀，最喜欢读书人了。林胜闻到那越来越近的浓烈香味，他突然清醒很多。不，小生不进去，你们放开我！哎呦，郎君还害羞呢，咱们姐妹又不会吃人，我就是想和你啊谈谈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，来吧。我不去。林胜奋力挣扎，他是读书人，他爹他祖父都是恪守己身的读书人，若他今日在此一度传出去他林家脸面尽失，他也别想再清清白白的去考试了。哎，郎君听话，别闹，我们呀会好好伺候你的。俩女子使了个眼色，用力将林胜往楼里拉扯。等一下，林兄，你这酒可是没少喝，都敢来这种地方了啊！还好我来得及时，不然你可就要犯下大错了。这真发生什么，落了画饼在有心人手里，只怕你要一直被人撤走了。不好意思哈，我这位兄弟还没成亲，我可不能看着他被诱导犯了错。林兄，咱们走。走，立刻走。徐不言笑眯眯的，又对站在远处的季晨喊：季兄，你也太冷漠了吧！要说追过来整座失足青年的是你，现在在一旁看戏的也是你，就不能过来搭把手吗？我嫌脏。听到了吧，林兄，回去多洗几次澡，这衣服该丢就丢了吧。